我和男朋友交往了6年，可这天见了家长后，他妈妈却说，我儿子名牌大学毕业，工作好，长得好，如今我们家又拆迁得了500万，已经是有钱人了，自然要找年轻漂亮又有能耐的女朋友结婚才行。你这种骑着单车上班，连地铁票都不舍得买的，就拉倒吧。等等，他们不知道吧？我刚刚继承了10个亿的遗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跟张谦在一起交往6年了，从青葱大学到职场挣扎，我们并肩前行，不仅得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支持，还得到了他父母的全方位认可。我妈说我天生好福气，还未结婚呢，就被婆婆这般宠着，以后一定要学会孝顺公婆才行。以至于当我爹的律师将10亿遗产送到我手里时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市中心给男朋友家买一幢大别墅，让他们也乐呵乐呵。我妈没有提出任何反对，还觉得我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女儿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打脸来的竟是如此之快。周末去他家吃饭时，我原本打算在饭桌上将买别墅的事情说一说，顺便带着他们一起去购房，感受一下全款购别墅的快乐。可我前脚刚踏进他们家的老破小客厅，就看见一向对我笑脸相迎、亲热万分的张谦妈妈竟然板着脸吃瓜子，而他那个一向和善的老爸此时也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到来，连我对他打招呼都没反应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即感觉不对劲，将张谦拽到了一旁，小声地问道：叔叔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？是耳朵不好使了，还是脑子出问题了？张谦的脸色有些尴尬，但见我说的认真又关切，知道不是在打趣他们家，这才张嘴要解释。奈何他妈提前一步，将手中的瓜子放果盘里一扔，瞟了我一眼，得意洋洋地道：我们老家的房子被占了，前前后后一共给了500多万，以后啊，我们家再也不是普通百姓了，怎么着也算是有钱人了。他爸也跟着嗯了一声，这才正眼看向我。我跟他妈商量了一下，我儿子名牌大学毕业，工作好，长得好，如今又有了500万，自然要找年轻漂亮又有能耐的女朋友结婚才行。你这种骑着单车上班，连地铁票都不舍得买的，就拉倒吧。他妈也跟着搭腔：是啊，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家谦谦啊，还是趁早分手，别耽误我家谦谦找女朋友了。我看了看站在一旁低头不语的张谦，又看了看宛如唱大戏的张家父母，好半晌才艰难地挤出一句话：你们确定只是500万而已？张谦妈妈似乎被我这句话激怒了，皱眉嗤笑道：还而已？你是不是现在兜里连500块都没有？哼，原本是看你家条件虽然一般，但好歹只有一个妈要养活，日后让你妈看孩子做家务，也能剩下一分保姆钱，这才同意我儿子与你的婚事。我都惊了，合着我妈在他们家眼中就是免费的保姆。现在我们家有500万了，什么样的保姆找不到，压根就不稀罕你妈了。他爹适时插话：我儿子他们公司新来一个小姑娘，听说在市里有2套房子呢。哼，也只有这样的人家才配得上我家儿子。我真是无语，他妈给无语开门，无语到家了。我瞪着一直不说话的张谦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叔叔阿姨，这是有了500万之后就想着把我甩了换儿媳妇？张谦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上前拉住我的手，吞吞吐吐了好半晌。我知道他是个孝顺的、
遇见这么个爹妈，着实不太好偏向谁。可我也只想要一个公平，只要他的心里认定了我，那我也可以不计较他爹妈的势利眼，大不了直接给他们一套房，以后各过各的，也没什么。可张谦看了我半晌之后，居然给我鞠了个躬：“露露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咱俩真的不般配。”我看着他纠结万分的模样，心里的所有怒火霎时间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心疼。我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能因为他爹妈的三言两句就怀疑对方的真诚呢？我正打算道歉时，就听着张谦接着说道：“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只是个普通的职员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怎么能配得我占地小开的身份？咱俩还是趁早分手吧。”我懵了。张谦接着说：“我以前送你的那些东西都不要了，就全当是留给你做纪念了。以后也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不然我会看不起你。”正当我目瞪口呆，不知该说些什么时，一名20出头的少女敲门走了进来，她的手里捧着一大束的鲜花，一进屋就将花递给了她妈：“阿姨，这是我送给您的花，鲜花配美人，祝阿姨每天都开开心心。”张谦他妈被哄得笑逐颜开，抱着小姑娘亲切地叫大闺女，那股子热情劲，比起先前对我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谦哥哥，这是谁啊？你家保姆吗？小姑娘挽着张谦的手臂，挑衅地瞪着我，瞧她这副德行，就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。我现在要是说自己是张谦的亲姐姐，死丫头肯定上前来巴结我。可惜我现在没有做戏的那个心，只想快点离开这个虚伪到让人作呕的人家。你这么上杆子，是不是也知道他家被占地给了500万？我直勾勾地盯着小姑娘的脸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表情。小姑娘的脸色果然闪了闪，嘴上却是不依不饶地哼哼道：“这位大婶，你乱说什么呢？我和谦哥是真爱，跟钱没关系。”张谦听到这句话，眼睛都开始放光，再看向我时，满脸的不屑：“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呢？”张谦一边说，一边将我往外推：“你快走吧，以后咱俩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全当是最普通的大学同学。”临关门的一瞬，他还是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作为4年的大学校友，我还是劝你一句吧，年纪不小了，早点找个男人嫁了吧。虽然像我这么优秀的男生是不好找了，但是你还可以随便找一个对付一下啊。对付你妈！”我气得想骂人，偏巧他妈这时候支棱着脑袋凑上前喊：“露露，我知道你被我儿子甩了，肯定不甘心，但你要学会认命，别一天天的瞎做梦。”说完，砰的一声，一道房门将我与这家恶心的人隔绝开来。走在阳光下，我仰起头，强忍住不让屈辱的泪水滑落下来。不就是区500万吗？也能一朝得势至此？哼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我将此事原原本本地与老妈说了一遍，气得我妈差点抡菜刀上门讲道理。好闺女，不生气啊，是他们没眼光，才会扔了你这个财神爷。我妈在电话里不停地安慰着我，生怕我因为一时气愤做出无法控制的事情。妈，有句话叫做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。为了500万的占地款，丢了上千万的大别墅。我猜啊，一定是老天在提醒我，这家人不靠谱呢。我妈被我说得哈哈大笑，笑过之后才劝慰道：“这种人家不值得你留恋，早分早好。若真是被他们知道你现在的身家，保不准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。”我一想也对，依着他们家这么贪恋的嘴脸，婚后再为我买个巨额保险，随后趁着怀孕期间带我去旅游，半路带我爬山拍照，
这些事情光是想一想就觉得脑袋发懵。妈，感情结束了，我也不难过。我现在就打算好好花钱，咱家的房子和车子也该换一换了。我打算今天就一口气解决了。我妈见我心情不错，立刻说道：“去吧去吧，想买什么你就买，买完记得发个朋友圈，气死他们那家子人。”我一阵无语苦笑，到底是亲妈，先前还劝我不要和那家人一般见识，转身就让我发朋友圈气死他们。得，不管如何，先将房子和车子买了，好好的开心一下才是重点。售楼处里，我直奔高档别墅区，许是我穿得太过随意，竟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招呼。我也不着急，买房子嘛，总是要看好了才能下手。就在我看好了其中一幢地理位置比较不错的别墅时，我四下张望了一圈，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玩手机的女销售身上。这位小姐，我想看看这套别墅。女销售抬眼看了看我，随即又迅速低下头玩手机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那套别墅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套，现在买可以打折，不过要全款，一共是2138万。”他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“这位小姐是刷卡还是现金？”我被他眼中的鄙视和嘲讽深深地膈应到了。麻烦你先帮我仔细介绍一下，我要是觉得好，自然就刷卡了。女销售嗤笑一声，将手机收好，双手抱肩，懒洋洋地看着我。就凭你也想买这幢别墅，还全款？你是不是没睡醒，还在做梦啊？就你全身上下不足100元的穿搭，就算是买公寓都未必能拿得出首付，就别在这儿跟我玩什么自尊心了。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趾高气昂地离开了。这位小姐，您先喝水，我可以来为您服务。正当我火冒三丈时，一名年轻的工装少年走了过来，双手恭敬地递给我一杯水，这才指着那幢别墅开始详细地为我介绍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他才说完，目光平和地看着我：“买房子不同于买菜，还是要货比三家的好。您可以先去别的楼盘转转，若是觉得咱家这幢别墅真的不错，您再回来买也不迟。”虽然他的语气平和，目光真诚，但我还是能明白他其实不相信我能买得起这幢别墅。之所以还为我详细的讲解，甚至说出后面这番话来，就是在照顾我可怜兮兮的面子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姐姐兜里有钱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现在就买，全款刷卡。”说完，在他还要劝说的表情下，将银行卡拍在他身前：“刷去吧。”直到这时，周围那些或是玩手机或是闲聊天的销售们都围了上来，像是看猎物一样的看着我。就连先前扭着屁股走人的女销售都慌张地跑了过来，脸上挂着灿烂无比的笑容：“姐姐，我刚才肚子疼，去了趟厕所而已。您确定要买这幢别墅是吗？我来为您服务，我现在就为您开具发票。”我懒得搭理他那副嘴脸，直接将卡塞进少年的手中，不理会他错愕的神情。“你才是负责接待我的销售，不许给我处理合同，还在这儿等什么呢？”少年忽然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，扬了扬手中的卡，竟是甜腻腻地说了句：“好嘞，姐姐，你等我哟。”我只觉得浑身一个机灵，我莫不是被撩了吧？许是我购房速度有点快，当我拿着合同和钥匙走出售楼处时，少年忽然追了出来：“姐姐，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晚上请你喝酒。”此时的他还穿着统一的工装，可他脸上的笑容和身上的气场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打工仔，倒像是以猎物出现的猎人。我原本想拒绝，
奈何对方实在太帅了，尤其冲着我露出灿烂笑容时，两颗小虎牙萌得不要不要的。我一时没把持住，便将自己的号码说了出去。只见少年笑着扬了扬手机：“姐姐晚上等我电话，我请姐姐吃大餐。”我看着他单纯无害的小模样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唇。什么大餐啊？不会是他自己吧？当晚6点多，我果然接到了小帅哥的微信邀约，说是要在最好的酒店请我吃烛光晚餐。可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按住了躁动的内心，果断地拒绝了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对方这般的热情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对方是冲着我有钱才这般努力的。我真的害怕一顿饭过后，对方往我的大腿上一坐，搂着我的脖子开始撒娇：“姐姐，人家不想努力了。”光是想一想那种场景，我就已经开始脸红心跳了。不，我绝不能再在男人身上栽跟头了，绝对不行。恰好此时闺蜜约我晚上泡吧，说是给我介绍小奶狗，让我好好治愈一下失恋的小心情。于是当我穿着性感的吊带裙出现在酒吧时，居然在 C 位上看到了花衬衫牛仔裤的小帅哥。此时的他在无白日里的青涩与阳光，居然是一副纨绔二世祖的模样，嘴里叼着烟，手中摇着酒瓶，眼尾一挑，便是万种风情。四目隔空相对，我俩都懵了。“姐姐！”小帅哥迅速将酒瓶放下，随即又将香烟熄灭，迷离的大眼睛瞬间绽放出清澈的光芒。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周围10几名的少男少女，脑抽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居然在这里兼职？”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，我一把将他拉出了包间，本着拯救失足少年的心情说道：“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人还不错，实在不忍心看你沦落风尘。”说完，将包里刚刚取出来的10万现金塞进了他的手中。“这些钱你拿去花，以后别在这种地方做兼职，虽然来钱快，但是容易迷了心智。”小帅哥错愕半晌：“姐姐，露露，你站那儿做什么？快进来啊！”不等小帅哥说话，我的闺蜜从对门的那间包房探出头来，先是扫视了我与小帅哥一眼，随即了然一笑：“那个，你们要是认识，就先忙着。”我下意识的就要拽住他解释，奈何才一伸出手，就被小帅哥拉住：“姐姐，我的心啊，这个酥啊！”闺蜜冲着我挤了挤眼睛，光速缩回了包房里。“姐姐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这里做兼职的。”小帅哥委委屈屈地看着我：“我只是和朋友过来玩一下而已。”我知道现在的男孩子自尊心都强，可刚才屋子里那个排场根本就不是他一个房产中介能够玩得起的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我并没有嫌弃你的意思，但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把握，我只是不想你走错路而已。”我指了指他怀里的钱：“白天看你很懂礼貌，我对你的印象也是很好，这才想帮你一把。我劝你好好上班，若是真的需要兼职多份工作，也要找一个安全的，哪怕是少赚一点，也比这里强。”小帅哥看了我许久，久到我以为这小子要暴躁时，他居然笑着点了点头，奶兮兮地说道：“谢谢姐姐，我都听你的。”我看着他如此乖巧的模样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“露露，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”熟悉又恶心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转身看去，就见着张谦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身后还站着白日里才见过的小姑娘，还有几个大学同学。我们这么有缘分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表示很晦气。小丫头却是挽住了张谦的手臂，撒娇道：“哥哥，你如今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了，
这种穷酸女人自然要好好巴结你才是。身后曾经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同学见状也都转了风向，嘿嘿笑道：是啊，谦哥如今的身份可是不同以往啊，能有你这样的大学同学，说出去都有面子。说完，其中一位与我关系还算是不错的舍友上前几步，假笑道：露露啊，你都毕业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穷酸的模样啊？这几样是没找到工作吗？另一位同学绕着我走了2圈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小帅哥，啧啧地说道：露露啊，你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啊，怎么能为了赚点钱就来这种地方做兼职呢？兼职也就算了，居然还为了钱勾引小帅哥。众人放肆大笑，笑声里满是对我的讽刺和鄙夷。张谦更是满脸的嫌弃：露露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居然为了这么点钱就跟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卡住不说了。我觉得他下意识想说的是老头子，可眼前的小伙子明显是年轻又帅气，若是还有钱拿，谁又不愿意呢？我实在懒得与这帮人解释，反正玩乐的心思也没有了，便打算转身回家。姐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了这么一群丑八怪？你就不怕降低自己的审美？小帅哥半个身子都挂在了我的胳膊上，我下意识的要推开，我鬼使神差的搂住了他的腰，调笑道：曾经年轻无知呗，以为长得丑的人心里都是美美的，现在才知道是我想多了。张谦的脸色一沉：韩露露，你怎么能自甘堕落？小帅哥冷哼一声，反手将我搂在了怀里。我看不清他说话的表情，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不耐烦和威胁。不许再来打扰我姐姐，不然……恰逢此时，先前包房的门被人推开，从里面冲出来一群少男少女，先是有些懵逼的看着眼前的情况，随即统统站到了小帅哥的身后，怒视着张谦那群人，那气势让我有种自己是大嫂的错觉。张谦骨子里就是个怂包，见状立刻就蔫了，拉着身边的女生低声叨叨道：咱们不和他们一般混混见识。那女生可是不依不饶，哼，不就是一群不入流的东西吗？还想和我们张哥相提并论吗？说完，走到我身前，趾高气昂地说道：一把年纪了，就会骗骗无知的小男生，自己没钱生活，是不是还得拼命养活小白脸？我的行动快过脑子，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声音在喧闹的酒吧里格外的响亮，引得许多人纷纷侧目。张谦有些挂不住面子，上前几步拉开对方的手，仔细看着脸上的伤势，关切地问道：小小，你的脸怎么样了？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上前表示关心。露露，你这样就有点泼妇了啊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要和小女生一般见识，你该不会是在嫉妒于小小跟张谦在一起吧？是啊，你不会真的吃醋了吧？张谦搂着于小小的手一顿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厌恶，声音也恶心了起来。韩露露，我早就说过咱们……小帅哥一巴掌将张谦拍开，嘟囔道：你可快闭嘴吧，瞧你这副穷酸的气质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钻石王老五啊，张口闭口都是人家离不开你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说完，看了眼身后的兄弟们，将这几个人扔出去，以后不许他们进来，真是看着就烦。我看着小帅哥嚣张的气势，只觉得兼职能做到这个份上，也该是个领班了吧。这一次的意外会面，虽然是以我的完胜而结束，可我的心情却不怎么好。我漫无目的地行走着，直到走到家门口，方才站住脚，看向身后一直跟着的小帅哥，皱眉问道：你要跟到什么时候？
小帅哥一脸的委屈加讨好，我只是担心你而已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，我是在保护你？许是年纪大了，我真是扛不住小帅哥这般委委屈屈的模样，当即也顾不上对方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急忙哄道：好好好，刚刚是我情绪不好，现在呢，我到家了，你也早些回去吧，我无处可去。小帅哥的一句话将我的灵魂都炸出了天际，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，就见他扁着嘴巴走上前拉了拉我的手，解释道：原本是挤在朋友家，但是他女朋友过来了，我就只能住网吧。我的脑子有一瞬间的宕机，网吧怎么能休息好？要不你……刚要说出你住我家这4个字，就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我刚刚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今晚可以先住酒店，明天再去租房子，完全没问题啊！我真是猪脑子，怎么能随便往家里招小男生呢？万一招进来一条恶狼，可怎么办？不料小帅哥却是红着一张脸说道：我出来兼职就是因为家中母亲重病，姐姐给我的钱，我打算明日都给母亲邮寄回去。我的心瞬间纠结了起来，这么好的男孩子要去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工作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攒医药费。我心下一阵柔软，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：别担心，你母亲的医药费包在我身上。小帅哥终于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足足看了1分钟，方才忐忑地问道：姐姐为何对我这么好？试想，他咬了咬下嘴唇，虽然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，但一双小手却是搂住了我的腰，在我耳边吹气：弟弟愿意以身相许，报答姐姐。我的妈呀，难得我继承了大笔遗产之后，想着做点好事积点阴德，怎么就变成这个套路了？当晚，在我一再拒绝无果之下，小帅哥还是跟着我回了家。好在他还算是老实，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第2日，我醒来洗漱过后，就看到餐桌上摆着刚做好的三明治和热牛奶，早晨匆匆做的。姐姐赶紧吃完去上班。小帅哥带着围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铲子，那模样倒是想家居小男宠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三明治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。你不需要去上班？我含含糊糊地问着。上班啊，不过我比姐姐的时间要晚一些，可以收拾完再去。说完，他又折回厨房。片刻后，拿出一个便当盒递给我，这是给姐姐准备的午饭，先不要打开，等午餐时再打开哟。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小子还挺会来事，不仅准备了早餐，还准备了午饭便当。看着手中的便当盒，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往日的3餐是多么的随意。早餐几乎是抓起一片面包，边走边吃。午餐也是附近随便吃一口外卖就解决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没来由的，我的心跳有些加速，不想再与小帅哥有任何瓜葛了，只想迅速逃离现场。可能是我跑得太快了，压根就没有看到身后的小帅哥欢快的笑容。昨天时间太赶了，买完了别墅就没时间买车了，于是我下午请了半天假，直奔保时捷专卖店，打算随便买一款有现货的车就行。毕竟咱对这些跑车也不是很了解，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要求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您要选哪个系列的？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吗？女销售亲切地迎上前，很是专业地为我讲解购车的流程。那款红色的看起来不错，有现货吗？我想今天就开走。我在展厅里转了一圈之后，将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一辆艳红色的跑车上。虽然不知道它所属的系列，但这一款着实深入我心啊。
销售解释道：“这辆是现货，但已经被人订购了。小姐若是细话。”他的话还未说完，我就看到一位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走了过来。见到我的一瞬间，先是一怔，随即有些尴尬又苦恼地说道：“姐姐，这也太巧了吧！”小帅哥拿着我昨晚给的钱买跑车。我看了看一身休闲装扮的他，又看了看身后那辆豪华的跑车，一时间有些懵。请问那辆车多少钱？销售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乖巧地说道：“这款车是460万。”我张大了嘴巴看着小帅哥：“你居然拿着我给你妈看病的钱买跑车？”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太对劲，可这钱差的有点多啊。姐姐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我冷笑：“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还在这里做兼职。那你可真是够忙活的啊！”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善良好意喂了狗。10万块钱啊，虽然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不算多，但那笔钱捐给希望工程也比给这种骗子要好啊。尤其是我怒视着眼前一脸尴尬的小帅哥，还是这么可爱又好看的小骗子。昨晚的那笔钱就给你了，全当是我捐希望工程了。我一把推开他，气恼地跑了出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银行准备买一份理财产品，争取让手中的余额变得越来越多。没成想，竟然又碰见了张谦。这里是 VIP 贵宾室，你要是办业务，应该去外面的大厅。张谦坐在沙发上喝咖啡，身边的于小小一脸得意地冲着我招手：“露露姐啊，这是张哥送我的钻戒，是不是很漂亮？10几万呢？”“呵，不就是一枚钻戒吗？至于这么显摆吗？”我懒得搭理他们，心想500万而已，居然也能坐在贵宾厅里，看来银行近年来的业务量也不怎么样啊。哎呦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开完一个会，来晚了。一位秃头老大爷一脸歉意地走了进来。张谦立刻站起身，一边迎上前，一边笑道：“张行长百忙之中亲自来招待，真是给面子啊。”不料这位张行长却是直接走到我身前，客气地说道：“这位就是韩小姐吧？刚才经理已经将情况同我说了，您是要将9亿全部用来理财吗？”我扫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张谦，这才一脸笑容地看向张行长：“那些人与其放着，不如买理财。”张行长立刻将我迎到一旁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果然有头脑，你快坐，我给您好好介绍介绍咱们银行的产品。”呆若木鸡的张谦终于反应过来，上前几步拦住我的去路：“你有9亿？你怎么可能有9亿？你是不是被包养了？”我都气笑了，被包养能给9亿？我还挺值钱。我一把推开他，只觉得他的话语真的让人恶心。你哪来的9亿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张谦见我不像是在说谎，立刻就来劲了，拽着我的手就不再松开。你有9亿却瞒着我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怪不得看不上我家的500万，原来你这般的嫌贫爱富。我懵了。张谦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明明是你家中了500万将我甩了，怎么现在又变成我瞒着你有9个亿了？张谦拉着我不依不饶地说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有这9个亿的？是不是还没跟我分手时候有的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得分我一半，这也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。”妈蛋！我一巴掌甩在了对方的脸上。你还要不要脸？当着你女朋友的面对前女友拉拉扯扯的，你就这么喜欢钱？还什么共同财产？我还没嫁给你呢，哪里来的共同财产？我懒得搭理这个烂人，反手又甩了他一个耳光之后，转身离去。我知道张谦是个见钱眼开的烂人，却没想到他能烂得这么彻底。
自那日银行一别之后，他们全家每天都要去我单位闹一圈，张口闭口就是我有钱变心，说我嫌贫爱富，最后还大言不惭地让我分他们家一半的财产。老板办公室中，老板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虽然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但现在闹出这种事，对公司的影响实在不好，要不然你先休假几天，等这个风波过去了，你再回来上班，如何？我满脸的愧疚，只能选择辞职。于是张谦又带着他们一家子堵在我妈家门口，扬言我要是不分钱，他们就堵着一辈子，搞得我妈家的邻居天天报警，甚至有不少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对我妈指指点点，气得我妈半夜进了医院。急诊室里，我坐在病床边，看着正在打点滴的母亲，眼泪汹涌而出。我承认，面对那么一家子无赖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些力不从心。除了报警，我似乎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。正当我无助时，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：“姐姐，你的房子手续已经彻底办好了，我已经将所有手续和合同都给你送过来了。”小帅哥，你送哪儿去了？我有些懵。你家？我就在你家门口呢。他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上次不是住过一晚上吗？”我刚要说些什么，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，随即将医院的地址报了出来。没过半小时，小帅哥一身西装，抱着资料袋赶了过来，眉眼间皆是着急与紧张。怎么还住院了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没瞒着，将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我当初看你可怜，给了你10万，现在给你一个报恩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”小帅哥扑哧一笑：“姐姐想让我做什么？”我看着他那双不谙世事的眼睛，忽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总觉得自己是只大灰狼，正在惦记着对方这头小绵羊。你先装成我的男朋友，帮我赶走张谦那家子人就行。小帅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。按着我的想法，他大约会在张谦再次找来时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再让对方少纠缠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再次见到张谦一家子时，竟是在医院的抢救室了。休息厅里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帅哥：“你居然将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你就不怕对方报警？”小帅哥嘿嘿一笑：“放心吧，他知道是我打的，但是没证据，这顿哑巴亏他们家算是吃下了。怪不得自那以后，他家人在医院见到我时，虽然目露凶光，但是一双脚却是迅速朝着我的反方向迅速行走。”小帅哥对于扮演我男朋友一事很是敬业，不仅帮我扫平了张谦这一家子，还扮演起了大孝子，天天守在我妈的床前，一天3顿饭恨不得直接喂进我妈的嘴里。平时闲来无事，还给我妈讲笑话，搞得医生让我妈出院时，我妈都有些舍不得。“闺女啊，你跟妈说句实话，你喜欢景明不？”我懵了，景明是谁？我妈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脑壳上。你跟人家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竟然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？景明啊，霍景明啊！我醉了。妈，我俩的关系有些复杂，还真不是3言2句就能说清楚的。我妈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，拉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闺女啊，妈告诉你，按着咱家现在的这个条件，你就找自己喜欢的男人就可以，哪怕那个男人跟着你就是为了你的钱，咱家也不是养不起，何必非要找什么真爱呢？那玩意儿都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妈跟你说啊，这个景明是真贴心啊，你要是真不想跟他在一起，妈就认他做干儿子了。”回想一下我与霍景明相识相知的这段时间，除了刚开始觉得他有些不务正业甚至虚荣之外，
其他的似乎还不错。我家有10亿，不论是给他妈看病，还是想买跑车，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。只要我看他喜欢，他看我顺眼，就没什么问题啊。许是心态发生了变化，我在与霍景明接触时，心里就没了那么多的芥蒂，反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自在。霍景明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变化，与我相处时更加的从容了。于是2个月后，在我的生日宴会上，霍景明手握鸽子蛋大小的钻戒向我求婚。我看着钻戒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这得很贵吧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又是从哪儿弄来的钱？又背着我偷偷去兼职了这么多钱，不会把自己搭进去了吧？霍景明看着我吃惊、懊恼又生气的模样，忽然就将一旁的档案袋也递到了我的手中。那日你在售楼处看到我，是因为我在巡视工作。那个楼盘是我家里开发的，而我父亲为了让我接触到公司最真实的一面，所以才让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公司。至于那天晚上在酒吧，其实是我的好哥们过生日，我们在那里聚会而已，没想到就被你碰见了。当时你塞给我那么多钱，确实让我有点懵。听你的言语，大约是误会了我的身份。原本想解释，却是脑抽地说自己母亲住院需要钱。他挠了挠头，很是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至于买车，也只是偶遇了。”我消化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感情人家才是妥妥的富二代，而我只是个暴发户。我居然还把人家误会成了小开。此时地上要是有条缝，我真的能钻进去，太尴尬了。身边的闺蜜不但没有一点吃惊的模样，反而都是一副看小说追剧的八卦眼神。露露，其实我去年就见过你，安华酒店也是我们家的产业，去年就是与你们公司合作了广告，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就是你，而我就是安华这边的实习生。又是实习生，我发出灵魂拷问。霍景明无辜地点了点头。当时与你接触了几次，说是一见钟情也是不为过的。只是那时候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似乎关系还不错，就没想着打扰。他见我没有反感的模样，起身将戒指套在了我的手上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在售楼处看见你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以为你要买婚房呢。当时心里很难过，可后来才知道你现在居然是单身，所以我就起了追你的打算。而那个车也是买来想送给你的，却是没想到让你接连误会。还好你最后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姐姐，我有房有车，绝不会惦记你的钱。人前我可以是小奶狗，人后也可以变成小狼狗。只要你需要，我可以随时切换。”我羞红了脸，揪着他的小耳朵，娇嗔地说道：“就你爱贫嘴，哼！要是以后敢对我不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好嘞，姐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